青灵加入后，萧炎一行人的阵容瞬间就强大了许多。紫妍瞥了突然变成队友的青灵一眼，冷哼道：“他那天晚上还想控制我呢。”青灵连忙解释：“那是误会，因为自己有能够看穿别人本体的能力。紫妍的本体像是九幽地冥卯王族的人，所以自己才会出手的。”紫妍不听这解释还好，一听就更不满意了：“我才不是那些丑陋的没脚的东西。”说完，紫妍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补充道：“彩铃姐姐除外。”对于这两个小丫头，萧炎是又好笑又无奈。摸了摸怀中还在瑟瑟发抖的小兽，萧炎有些烦恼，怎么隐藏他的身份？小医仙直勾勾地盯着雪白小兽，表示自己有办法。萧炎见小医仙这样的女孩，竟也对毛茸茸的小东西毫无抵抗力，一时间有些无语，但还是很顺手地将小兽递了过去。那小兽钻进小医仙的怀中，就是一通乱蹭，惹得小医仙一阵娇笑。萧炎琢磨着，莫不是一头公兽吧？带着复杂的心情，萧炎挥手间收回了傀儡们，而青灵见状，眼瞳之中绿芒一闪，也是收回了他的众多保镖们。萧炎一行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众多保镖凭空消失，化为一缕绿毛掠回青灵眼瞳之内，很是惊奇。青灵便解释道：“碧蛇三花瞳成熟以后，眼内就能自成空间，只有被我控制的东西才能够存放其中，当然是有极限的，但随着实力的增长，极限也能够逐渐提升。不过被我控制的人实力会逐渐减弱，因为碧蛇三花瞳会吸收吞噬他们的力量，最后反馈给我。”此话一出，萧炎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样搞的话，那青灵岂不是不用修炼，直接抓强者控制，然后坐享其成就好了？青灵一看众人的表情，就知道他们想差了，连忙将自己的老底儿都给透光了，表示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恐怖，这种吸收吞噬的速度挺慢的，以自己现在的实力，顶多只能够控制2星以下的斗尊，而且不能超过3个。另外，自己能控制的也只能是拥有蛇系血脉的魔兽，对于人或者是其他的魔兽基本无效，顶多只能起到一些辅助功效。与青灵交过手的萧炎很清楚，若不是自己的灵魂力量远强于青灵的话，这点辅助功效足以让自己阴沟里翻船了。萧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看着青灵感叹道：“难怪你的实力提升的会如此迅猛。”随后就招呼着惊叹到无语的众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丹殿。只是萧炎望着眼前那错综复杂的通道，有些傻眼了。青灵看着萧炎呆愣的模样，没忍住笑道：“自己之前在遗迹内找到了一份简略地图，知道主殿在哪儿。”在青灵的带领下，众人很快就钻出了迷宫，抵达主殿。大殿的中心位置有着10个巨大光环，隐隐间能够看见类似卷轴的东西存在。难道这些便是那所谓的天机斗技？定睛一看，原来10个光团中心那里还有着一方石座，那石座周围盘腿坐着10几道人影，竟都是感觉跟天妖魁差不多的傀儡。而石座的正中心是一具通体呈白玉之色的骨骸，手掐印诀，盘腿而坐，是斗圣强者的骸骨。萧炎顿时觉得嘴巴有些干涩。此时的大殿之内，除了少数的独行者外，大部分都是在中州上有名头的大势力，众人都在等待着封印的消失。萧炎面色凝重地叮嘱众人，待会儿都要小心一些，不要分开。随后偏过头，冲着某个方向微笑拱手，一气呵成。原来是唐振领着焚炎谷的强者走过来了。萧炎小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封印正在慢慢的变弱，恐怕不久之后便是会彻底消散。唐振笑道：“唐谷主，难道这便是此行的目标？怎会有10个之多？”指了指那光环，萧炎也笑道。唐振表示，那10个之中应该只有1个是真正的天机斗技，至于谁能得到，那便只能是看运气以及实力了。唐振现在过来找萧炎，所求的就是联手。2人都是聪明人，彼此心照不宣，有强者联手，萧炎的心思也变多了些。他想将那骨骸抢过来给药老炼制躯体，说是骨骸入体能够助药老入圣，那么日后就不用再忌惮魂殿了。虽说现在狼多肉少，能分到一口都不错了，但人总要有些大胆的想法，不是？等待封印消失的时间中，不断着有着一些独行侠以及一些势力赶到大殿，只是一直不见魂殿的踪迹，这可不是他们的风格啊。萧炎正琢磨的时候，一贱兮兮的怪笑声传来了，正是摘星老鬼。仇人见面可谓是分外眼红。萧炎盯着摘星老鬼空荡荡的右臂，关切地问道：“伤势全好了吗？”小医仙生怕这话不够扎心，幸灾乐祸地接着说道：“嘿，这摘星老鬼现在变成独臂老鬼了。小兔崽子，你竟然没死！”摘星老鬼突然觉得自己的断臂处有些痛，面对着暴怒的连脸庞都铁青起来的摘星老鬼，萧炎却是一笑，漫不经心的道：“
你这老鬼都能活着，我怎能先你一步去死？摘星老鬼被气得眼睛都快鼓出来了，愤怒地咆哮道：混杂小子，老夫今日必报断臂之耻！这怒喝声一落下，大殿之内瞬间响起众多的吸气之声。这小子竟有弄断摘星手臂的实力！吼完就发现自己更丢脸了的摘星老鬼显然是已经失去理智了。众人还在震惊的时候，他就已经冲着萧炎杀去。萧炎见那摘星老鬼怒扑而来，手掌连握，三团异火瞬间浮现在面前，沉声道：摘星老鬼，另外一只手臂你也不想要了？见状，摘星老鬼吓得当场就僵在了半空。这一次他可是身负着店主亲自交代的任务，若是再出什么差错的话，还是先走吧，留下一句待得一计之事完毕，老夫再来好好收拾你。摘星老鬼就招呼着魂殿的强者径直落在了那大殿的最前方。这次倒是有点麻烦，没想到这老鬼也来了。虽说断了一臂会影响那老鬼的实力，但也是有些棘手啊。天火尊者沉吟道：不用担心，能让这老鬼重伤一次，自然能有第二次。而且这里局势复杂，待会儿跟别的强者出手时，魂殿的强者必然也会有损伤，说不定连那老鬼都是被缠得脱不了身。小医仙微微一笑道：你们跟那些家伙有过节吗？一旁的青灵小声地对着紫妍问道：那是我们的大仇，以后也就是你的大仇了。待会儿打起来不要留手，杀一个是一个，以弥补你先前的过错。紫妍拍了拍青灵的肩膀道：他自认为比青灵入伙早，说话也显得老气横秋，听得一旁的萧炎等人忍不住的失笑。青灵也是有些别扭，不过还是认真的点了点头道：放心，既然是萧炎少爷的对头，那我肯定不会留情的。你还是比较有觉悟的。紫妍满意的点了点小脑袋。其实此时的萧炎根本没有把摘星老鬼这种货色放在眼里，毕竟9星斗宗时的毁灭火莲便能炸了这老怪一只手臂，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这一火莲下去定能让这老鬼尸骨无存。萧炎有这个自信，但萧炎没有说明，只在无奈的瞥了这2个妮子一眼后，轻声叮嘱道：等封印解开后不要着急出手，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烫手山芋，先到手反而是祸害。小医仙等人点头表示明白。一旁的唐振见到萧炎并未在宝贝的诱惑下冲动，默默的在心里给萧炎加了不少分，并坚定了与萧炎交好的心。封印消失之时，卷轴暴掠而出，10座周围的傀儡们也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原本安静而紧绷的大厅瞬间就沸腾了，不断有人冲着卷轴飞去，也不断有人吐血砸落，那10道流光却是像有灵智一般逗弄着众人追逐。萧炎与一些实力极强的大势力却是稳如泰山，面对这些阶别不比地印绝弱的斗技，他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当然是等那些人内耗呀，等那一窝蜂内拼的2败俱伤后再出手，不香吗？算盘是打得震天响，可惜人魁的加入彻底毁了他们的小心思。注：远古人魁是以特殊手段将强者的灵魂抽出人体，然后封印于傀儡躯体内制成的。这种傀儡不仅拥有着杀戮的意识，还能够施展斗技。萧炎看着眼前那些个个斗尊手撕渣渣的凶残人魁，狠狠地皱起了眉头。不得不重新规划的萧炎刚交代完众人先协助自己试试能否抢到一卷卷轴，就被一具人魁盯上了。小医仙身形一闪，便是挡在了萧炎的面前，截住了傀儡。在天火尊者的建议下，萧炎试图像上次一样控制傀儡，可惜人魁体内的印记不是萧炎现在的实力能够抹除的。萧炎确定小医仙那边不会有危险后，就盯上了一红色的卷轴。原因有2：一是萧炎隐约间感受到这卷轴传来的狂躁之意，应该是与火属性能量相关；二是抢夺的人少呀。于是那卷轴出现在萧炎这一行人的片区时，萧炎果断出手了，以雷霆之势震退最近的一名1星斗尊后，萧炎的手掌就贴到了卷轴之上。谁曾想那卷轴像是鱼儿一样，哧溜就滑走了。与此同时，身后众人的攻击也到了。好在天火尊者等人迅速浮现而出，生生地扛下了众多强者的联手攻击。萧炎在卷轴跑路的第一时间就使出了息掌，只是手掌刚握住半截卷轴，另一半就被一只干枯的大手同时握住，竟然是玄冥宗的宗主陈天南。陈天南见萧炎的视线望来，挥出一拳头就欲锤爆萧炎的头。萧炎紧急召唤出安金葵接住了这一拳，下一秒安金葵就以同样的招数还击。陈天南为了不当场脑袋开花，只得松开了手。那赤红卷轴就这样在众多死亡视线中进了萧炎的口袋。为了防止这些人脑子不清醒，萧炎一将卷轴收入纳戒，就放出了自身的浩瀚气势。
紫褐色火焰缭绕周身，那些眼红的强者一看这架势，又望了望不远处的贴火村者等人，没有过多犹豫，就扭头加入了其他的争夺圈。而松了一口气的萧炎没有撤离战场，也没有继续抢夺卷轴，他盯上了在天妖魁攻势下略显狼狈的陈天南，是时候了结他们的恩怨了。一旁的陈天南虽然被天妖魁压着打，但他也琢磨着怎么杀掉萧炎。萧炎现在腹背受敌，自己只要成功撤退，再等一个好的时机，就能暗中出手击杀萧炎，到时候再抢了卷轴，岂不美哉？想明白到底要做什么的陈天南不再恋战，想要逃离，萧炎怎么可能放他离开？先一步行动的萧炎一击就将仓促迎敌的陈天南震退了10几米远。感受到萧炎杀机的陈天南笑了，颇有一种我还没弄你，你竟然上门找死的感觉。你想杀我，凭你这一仙斗宗的实力吗？陈天南冷声道。回应他的只有暗金葵的铁拳。萧炎在做什么呢？他在为陈天南准备燕天印。一巴掌大小的紫褐色手印轻轻拍到陈天南后背的一瞬间，陈天南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倒飞期间撞倒了好几个倒霉鬼，陪他一起喷喷更健康。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弧线的陈天南飞行期间不忘艰难的回转过身，盯着萧炎，并在心里咆哮道：小杂种，此仇不报，我陈天南枉为一宗之主，差点被斩断之仇，不死不休。随后他就与大殿的柱子来了一个完美拥抱，好不容易将自己从柱子里抠出来。陈天南十分怨毒地看了一眼远处的萧炎后，转身就欲离开，下一秒就真的离开人世间了。低头看了看从胸前穿出的暗金手臂，陈天南只来得及留下一句好狠的手段。萧炎看着缓缓倒下的陈天南，十分冷漠地说道：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就召回了暗金葵。与此同时，小医仙等人也是闪掠而来。注：小医仙已经将任奎引到别处去了，因为任奎只知道杀，脑子不太灵光。再度围在一起的众人一边警戒着四周的情况，一边商量接下来怎么办。如今的卷轴只剩3份，萧炎却并不打算再去抢夺，因为这10卷卷轴给他的感觉并不像是天阶斗技，而且他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众人正有些迷惑，那到底有没有天阶斗技的时候，小医仙突然道：魂殿的那些人想要干什么？萧炎顺着小医仙的视线看去，就见摘星老鬼一行人正在逼近那具斗圣骨骸。要出手将这些家伙拦下来吗？紫妍跃跃欲试的道。萧炎目光紧紧地盯着石座之上的骨骸，突然发现那骨骸的手指细微的抖动了一下，意识到骸骨可能是活的瞬间，萧炎一把抓住身旁的紫妍与青灵，沉声道：快退！小医仙等人虽然是一头的雾水，但出于对萧炎的信任，还是立刻施展功法，急忙跟了上去。与此同时，摘星老鬼一行人也是踏入了石座。就在摘星老鬼的手掌即将碰触到骨骸之时，一空间尖刺刺破了摘星的手掌，其中便是有着几滴滴落在了那盘腿而坐的骸骨之上。摘星老鬼有点懵，但身体还是敏锐地感受到了来自死亡的威胁。一旁的几名魂殿强者见摘星竟然停了下来，围拢过来就想问问怎么回事。摘星没有答话，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滴落在骨骸之上的血液，血液竟然尽数浸透进入骨骸了。与此同时，骨骸升起些许生机，意识到大事不妙的摘星立马大喊快退。可惜已经晚了，骷髅头中2团淡淡的血红之色亮起的一瞬间，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之声就从其嘴中爆喝而出，实质般的音波闪电般的扩散开来，反应慢的人瞬间就无了。最先反应的摘星老鬼虽逃过一死，但音波的余波仍让他受了些伤。这一下，场中的人都冷静了不少，望着那蕴含着至少有着上百人，甚至有2名斗尊强者的血雾，所有人都是在此刻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最先回神的唐振冲着摘星老鬼就是一顿输出。天杀的摘星老鬼，你干了什么好事？被如此多的强者怒目而视，摘星老鬼有点怂，立马狡辩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魂殿的几位强者也尽数身亡了。萧炎当场就戳穿了他的谎言，摘星才不情愿地表示是自己鲁莽了，随后立马说道：当务之急是先解决斗圣骸骨，可谓是求生欲极强了。而为了得到骸骨，摘星努力忽悠众人一同出手，拿下这个只剩一丝意念的斗圣骸骨。也不说到时怎么分配的问题，知道只要再来一次音波，大家都得死。场中到底是有人清醒的，表示自己现在就走，摘星却是立马说道：走不掉的，这道意念必然要将闯入遗迹的人尽数解决，逃跑的话恐怕没一人能活着走出去。萧炎看着摘星一系列的骚操作，陷入了沉思。好了，
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